好，最近所看到的呢是中国的外长啊，也就是他王毅。好，他们的外事办公室主任呢，现在时隔7年造访纽澳，展开你看报道直接写的叫做外交攻势。他强调啊，他说国际局势确实嘛变化非常的多端，但是呢，朋友之间要的是合作的。而他也特别提到说，现在呢，中纽中澳都是恰逢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10周年，等于说呢，在这10年来确实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是不是确定过往 Morrison 那个时代已经全部都翻过去了？纽西兰这边呢，他先来到，他们的总理见了王毅之后，特别强调要打造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也传出了这一位新总理卢克森，他即将会在不久的未来会回访中国。王毅也特别强调说，大家呢必须要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欢迎他呢能够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合作。大陆这边的学者针对于王毅这一次的出访，他们是这样评价的，他们认为啦，叫做平衡务实合作还有安全的议程。原因是因为呢，确实纽澳他们就在亚太这边一个重要的地区国家。那如果说呢，中国也分别是他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话，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发展嘛，讲求的还是一个地区的和平还有稳定。那讲到了经贸，就得说说 CPTPP。大陆这边呢，其实是希望能够加入的。那现在呢，在双方谈完之后，他们说了是同意就大陆加入 CPTPP 来保持沟通。不禁让我们想问，台湾呢？先前我们不是说我们也会有非常坚定的盟友来支持我们加入？那现在呢？好，大陆这边的专家就特别讲到了，说其实这一次王毅这次的行动是有机会来打破美国围堵中国，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 AUKUS 嘛。但是呢，如果说他们都是 AUKUS 的话，前几年你看 Morrison 政府就很明确的是会跟美国绑在一起，绑得比较近。但现在呢，他们其实已经不这么做了，反之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包括啦最近大家都在讲的 TikTok 的制裁案。好，到目前为止呢，看起来也只有加拿大是配合着美国这样子的一个调子来走的。白宫最新的一个说法 ，Kirby 呢，他特别强调了，希望字节跳动，也就是 TikTok 的大陆这边的母公司能够撤资。他特别强调，我们不是要把它给禁了，而是希望跟母公司能够完全的剥离开来，因为他们觉得还是有国安上面的疑虑啊。但是呢，现在这一件事情是不是真的会完全的大致底定啊？有人是打一个变数哦，原因是因为虽然说禁抖音，还有呢挡这个美国钢铁出售，看起来都是转向保护主义。可是啦，基本上美国跟中国现在双方他们的理解是什么？美国大使的讲法是会高度竞争，持续10年。北京这边当然是讲说，他们不希望用竞争来定义美中关系，毕竟除了竞争之外，更希望的是合作。TikTok 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你看到了北京这边的反应。没有相当的直接，甚至纽时的讲法是有所克制。他们的回应评论是认为，因为参议院现在呢还有一些不确定的定数。川普曾经有讲过，说呢，如果通过的话，拜登这边讲过，通过的话他会签。那川普也就是说，现在在网络或者是说在民调声量上面比较高的这一位是表示反对。那现在呢，在中方这一边，他们也没有很直接的讲死，虽然已经在网络上面告诉大家，你们是不是想要强盗行为、夺取别人赚钱的资产等等等，但是到现在为止，好像没有完全升温到最高，表示这件事情可能还有后续，就要请教赖老师了。原因是因为美中之间的这个对杠，他们大使讲10年，但是其实过往早就已经发生了，而过往纽澳跟他站得比较近，现在好像又改变了。伯恩斯为什么要讲10年？因为这个最早提出来的是苏利文。苏利文在有一次的演讲里面就提到了，他说，一般的全世界的重要的经济学家都估计，10年以后中国大陆会超过美国。那不是以平准购买力，因为平准购买力早就超过美国，所以他们的估计是以现行的汇率来说，中国大陆会超过美国。可是，一旦中国大陆一个经济体这么的大，人口数这么的多，它超过美国以后，如果说未来中国大陆都是以5%的成长率，而美国就2%的话，那这个等比基数会越来越大，那最后美国可能只有中国的1半而已。这样的情形下的话，中国大陆将会支配主宰整个世界。
所以现在这10年对美国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霸权的地位要保住的话，他就必须要开始斗中国，而且要一直斗下去，斗到中国垮掉为主。所以这个是苏利文、布林肯、拜登等他们的一贯的主张，就是我们现在要一直斗到2035年。因为当时的很多经济学家估计，当时有人估计是2030年，有人估计最迟2035，中国一定会超过美国。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就定这10年的战略计划，就要一直斗好。所以伯恩斯又再度的重申，美国一定会一直斗中国，一直压中国，压10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伯恩斯为什么在这段时间突然间讲这个呢？因为王毅准备要去纽西兰访问了。纽西兰跟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哦，都是同属于安格鲁萨克逊族的五眼联盟，情报交易联盟。然后澳大利亚又加入了这 AUKUS 又是英国、美国跟澳大利亚是专门用来军事上来对付中国的，而且要把这个核能力放进来对付中国。新西兰就是纽西兰，前段时间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加入的这个情形下的时候，突然间他们邀请了王毅去访问。王毅已经出发了，现在跟新西兰的总理、跟他们的副总理兼那个外相都已经就是外交部部长都已经有会谈了，而且要提升到更高的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要再往上升级，这一步不容易哦。这个对于纽西兰来讲是不容易，为什么呢？各位你想想看，美国会不会很不开心？我的五眼联盟中的一个最伙伴之一，然后纽西兰竟然改变了。不跟我一起斗中国了，这个简直是岂有此理。所以我估计啊，美国很有可能会给纽西兰施加很多的压力，可能会开始会有一些报复或是制裁性的动作。结果接着就是澳大利亚了。如果纽西兰跟澳大利亚都改善了跟中国关系，不再追随美国走的话，那美国要不就是睁眼闭眼，要不就是给纽西兰跟澳大利亚再施加压力，然后再威胁他。说你如果不跟我走，我就怎么修理你，怎么对付你，我就给你冷眼看，我就给你臭脸。像上次纽西兰最早的时候，台湾那位副总理不愿意跟着美国走的时候，拜登去了以后就把他训了一顿。你可以看出，他后来压力很大的时候，他辞职了。你可以看到，美国一定会给这2个国家施加压力。我们再看看这2个国家有没有可能在美国的压力下又改变了。好，另外有一个部分我倒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在于，美国人说我不是要禁抖音。我想你卖掉，可是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美国的卖是要美国政府同意哦。也就是说，你抖音只能卖给谁是美国政府同意。换言之，也就是说不能卖给中国人。各位有没有去？那很多朋友问说，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反应冷静呢？你如果以后这样做，那特斯拉我也规定你也要卖，而且不能卖给美国人，只能卖给中国人。那你美国有多少的工厂、多少的公司现在在中国大陆？如果中国大陆也同样的要求，就是说我现在该把你剥离了，你只能够卖给中国人，不能卖给美国人，那怎么办？我觉得美国这样玩的太大了，也玩的太糟了，也玩的太难看了。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左老师哈，因为刚刚其实也特别提到了AUKUS呢，基本上是比较军事的联盟。那过往呢，纽西兰他要加入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内部的一些讨论啦。那现在呢，又看到了纽澳王毅去的时候，双方其实都很热情啊，希望说呢，我们跟他打造，甚至他们总理讲的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大家就想知道的是，现在这2个国家是不是他们开始在对外的作为有一些改变？首先，王毅这次到纽西兰跟澳洲去访问哈，这个是7年，隔了7年，就是时间隔得相当久哈。当然，也就是反映在过去这几年呢，中国大陆跟澳洲的关系不是很好。那因为澳洲跟纽西兰关系很密切，所以也连带影响到跟纽西兰的关系。那王毅因为已经见过了这个纽西兰的这个外交部长啊，所以大概相关的内容，我们大概可以从他们双方各自发布的新闻稿里头可以看到。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会面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说它的背景呢是纽西兰现在正积极的想要加入这个AUKUS，
就是美国、英国跟这个澳洲三边的这个联盟。那这个 AUKUS 呢，其中纽西兰特别有兴趣的是第二个支柱，就是关于这个军事科技的这个部分。那纽西兰提到了所谓的这种资讯的共享也好啦，或者能力的提升也好啊。但是因为这里头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 AUKUS 在跟澳洲合作的部分，主要是要帮助澳洲建立核子动力潜艇，而纽西兰是非核家园它是禁止使用核能的。所以这个里头跟纽西兰过去的就是前一届的纽西兰工党政府是反对的，因为它跟它的这个非核政策是相反。但现任的纽西兰政府认为说，我们只是在发展这个相关的技术然后资讯共享，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那么大，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想要参加。所以这也就可以看到。王毅这一次跟他的会面里头有一些特殊性，比如像纽西兰表达了他对台海、对南海的关切，这个过去基本上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纽西兰是在所有五眼联盟5个国家里头对中国大陆最温和的关系最好的，那么他居然也把这个放在双方的会谈里头。但我认为另外一个更有趣的是什么？就是在王毅就是在大陆的新闻大陆的外交部发的新闻稿里头也谈到了大陆在跟纽西兰会面的时候，他们对于所谓涉港涉疆的立场。然后为什么讲到这个东西呢？就是表示说，大陆现在也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跟你谈。我觉得你有兴趣，我愿意跟你谈。我觉得这也展现大陆现在也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纽西兰跟澳洲呢，去能够孤立美国，或者说能够拉拢更多的本来跟美国绑在一起的国家所以他愿意在一些问题上采取比较开放。那澳洲是比较有趣的，因为王毅到了澳洲，大概虽然他会跟这个黄英贤举行这个所谓的战略对话，但是大家可能关心黄英贤是前几天他的这个婚礼啦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也不是跟他的总理见面，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当然总理见面当然是最高规格的嘛，可是大家关心是他跟前总理的见面，叫做基廷。为什么呢？因为澳洲的前总理基廷跟现任的这个总理阿巴尼斯同属于工党，可是这个前任的总理呢，非常喜欢讲话，他经常批判这个 AUKUS， 又批判这个黄英贤，说他是这个一味的这个亲美没有脑袋的亲美。所以说这个当然王毅要跟基廷见面这件事情，就变成是在澳洲变成一个大新闻。像这个雪梨晨风报特别说这个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变成大家关心都是这个。那我觉得到底王毅会怎么处理这个会面，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观察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去跟一些你可能跟他互动还不错的这个人政治人物会面，但是又不会伤害到你跟这个国家现任执政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大陆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好，不过呢，在这一次的新闻当中，费老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了，其实呢，他们已经开始在谈 CPTPP， 就此同意说，可以啊，你们可以加入，我们保持沟通了。来，请教您怎么看？我想这个澳洲我去年8月底去过一次，是。澳洲现在的红酒便宜的一塌糊涂，卖都卖不出去，因为以前它主要销售到哪里？就到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从这个2021年就把它关税加得很高很高，澳洲酒根本就卖不过去这个对于澳洲的农民我想国家有国家的看法，可是老百姓有老百姓的看法。你影响到我的生计，那个澳洲的葡萄又那么多，那个产了酒，我虽然跟你美国在当你的小弟，可是你美国无法替我解决我的问题美国的红酒也很多，他也卖不出去是不是？那他当然要找市场我想从澳洲的角度来看，当然他希望他怕像2次大战日本去在那边给他们搞得一塌糊涂，当然害怕。另外一个黄种人也去把他们发生战争了，但是他观察，其实我想他观察中国大陆，我们讲不管汉人汉民族或者是中国人他真的是他想要去侵略人家的这种，在历史上很少嘛其实老百姓也慢慢我去年看，我就跟有些那个教授还有一些朋友这样聊聊天，其实他们对他们的政府是有看法的所以我是觉得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我相信全世界还是慢慢，现在全世界到处在打仗，如果再搞下去这个都是用冷战对抗的话，人类其实是我觉得蛮危险的
我们再看美国现在动不动，美国现在他很担心害怕他的霸权被挑战。我跟各位报告，2次大战打完，美国的 GDP 占全球的2%了。现在呢，以去年前年为例好了，去年数字还没有完全到统计，大概美国占1/4多一点点，25%、26%，中国大陆将近18%、19%、20%，越来越靠近。剩下第3、第4、第5的名字就是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全加起来跟中国大陆差不多。好，现在讲全球的 GDP， 当然他要打老二哈。但是我是觉得美国它可能都打法哈，就像最近对 TikTok 那个 TikTok 这个事情，我们回想当时这1980年怎么去打透析吧，怎么打阿斯顿，怎么打台湾的 HTC， 就是王雪红的 HTC， 怎么去打5G 的华为中兴，可能是商业的竞争的能力，或者国力的问题，透过国会施压去这样搞。那 TikTok 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有待观察。美国商人打不过人家的时候，就用国家的力量去打你国家的产品。我刚才讲的这几个例子都是斑斑可考。我们先来看看哈，因为呢，其实呢，在现在来说，除了说呢商场如战场之外，现在还真的战场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哈，就是俄乌战现在会不会直接再升级了？原因是现在听到了俄罗斯呢认定英法已经参战啊，确实啦。最近呢你不看到吗？法国好像正在就6月他要直接派兵进乌克兰计划在讨论当中嘛。那这当中呢，他们已经认定说，那你这样是不是表示参战之外，还有挺乌克兰的这个威马三角呢？现在是不是也开始有一些变化？因为他们传出要来没收俄罗斯的境外资产。好，这当中呢，其实我们要特别看到了，现在呢，在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发生之后，美国有动作了，美国突然撤回了在俄国的大使馆人员，而也包括了德国、英国、加拿大、韩国等也开始都在撤侨了。那是不是表示真的这个战事有可能会升级？另一个战场，以巴这边加萨走廊。好，现在呢，拜登已经再一次的出手了，说1个月来首次通话，他就警告纳塔尼亚胡，进攻拉法将会是一个错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在这边聚集太多的难民了，如果你这样子进去的话，真的死伤无数。好，可是纳塔尼亚胡回呛，我们不是香蕉共和国。讲到了香蕉共和国，那就是当年嘛，当年是什么？是你美国，你们为了你们自己利益，然后呢，你们开始用你们的政治、用你们的军事等等的强力来要求这一些南美洲啊，这一些国家变成你们的附属。你好像就可以影响他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自己决定自己该做的事情。好，换句话说，你完全没有要受美国控制，你完全也不是美国的小弟，战场上会如何变化？另一个则是在亚洲这一边了。好，南北韩的部分，布林肯昨天才刚刚抵达南韩，北韩马上今天早上呢就3连发欢迎他。疑似呢是短程的弹道飞弹，那目前呢已经是第2次的发射飞弹了。那你会问布林肯来这边干嘛？他们外长的会面呢，当然第一个强调反对北韩单方面的改变现状，第2个呢，很多人在讲，韩国为什么这样动作这么多？会不会就是想要趁拜登还在的时候，赶紧先来谈驻军方案？还记得吗？川普卸任前，他那个时候一直要求是什么？是说，你们要叫我们派军队去保护你，保护费要收啊，不能全部靠我们美国给你供给呀，收的钱太少，我们亏钱，这合理吗？我们人去，我们还亏钱。好，就担心川普是不是会回锅？现在是不是要开始来谈这个美军驻军的分担费用呢？至于在另一个地方，大家也很担心会不会有新战场。好，这个是中印边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参谋的防长呢，他们就特别提到中国崛起跟边境争议，因为最近他们的西勒隧道刚刚启用。好，这件事情呢就引发了中方的不满了。莫迪呢特别到现场去来开启这个启用仪式，当然这宣誓意味就会非常的重，再加上近几
近几个月来看到了他们的军事代表团，纷纷出访什么马尔地夫啊、斯里兰卡啊、尼泊尔啊，在这一些事件当中，都可以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角力。而从印度洋到南海这一边，现在呢，大家都在看海洋上面的一些势力变化。外媒的讲法是说，华府现在其实在强化就是地区的盟友关系，想的就是要制衡中国。至于他们认为北京方面，你是啥我就回啥，这个叫做战狼姿态，有可能会面临挑战。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好，原因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俄罗斯会不会把战事给升级，因为他认定英法是参战了。普丁已经成功的建立起他的信用啊，他的这个可靠性很高，也就是说他说打就一定会打，这样的一种态势啊，使欧美的很多国家他已经很相信普丁的一个态度。那他们越来越感觉到焦虑不安了，因为普丁认为啊，例如说在他当选的时候，他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只差一步，然后他认为这个英国、法国等你们这些北约的国家，事实上已经是参与乌克兰的战事了。那对于普丁来说的话，是可容忍跟不可容忍的问题。如果他一旦决定了不可容忍，那假设他跟法国或者跟其他的国家直接交战的话，那他会不排除第一时间使用战术性的核武，因为他过去已经曾经宣布，他的核武会采用先发制人的核战略。这样的情形其实使欧美的一些国家他们其实有点担忧了，所以他们开始撤侨的撤侨，把大使馆撤走的撤走，然后现在看的是英美要走到哪一步啊？我想目前大家也都在看，说第3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真的只差一路之遥啊？那有时候也是很可怕的，很多事情一个睡觉起来，怎么世界就改变了？目前来讲，目前来讲对以色列来说，它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对于欧美的国家，压力何尝不是越来越大？因为以色列它是铁了心，其实以色列上上下下的态度是一致的，就是不让哈马斯继续在加沙地区执政。这是一致的哦，不管是内塔尼亚胡或者反对党，那只是说他们的手段是不太一样而已。另外，占领区不让步，这也是态度是一致的哦。压缩这个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他们的态度也是一致的哦。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只是说我们在强调是内塔尼亚胡采用的是激进的手段，可是他这个激进的手段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的族群的很大的不满，是他们的不满最后如果发泄在他们的执政的政府手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恐怖主义的再起。那英国前段时间要破获了恐怖主义，法国跟德国也越来越有压力，这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穆斯林社区的这种不安不满的已经开始蠢蠢欲动。那你想，对于美国也好，对于欧洲国家也好，他不给内塔尼亚胡施加压力，什么时候才能施加压力？因为现在大家都把责任都关在美国人身上，为什么？美国一方面给钱、给武器、给军队，帮助以色列去打这个哈马斯，可是一方面又说要停战，对，然后3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停战的协定的时候，他又投下否决票。大家都说你们是人格分裂，还是双重标准，还是说一套做一套，简直是在欺骗世界嘛。所以美国的信用因为他的以色列的政策，使他的整个信用一直每况愈下，快要破产了。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领导在国际间的影响力来说是非常非常恶质的影响。美国如果不赶快改变，他现在目前为止他改变不了，因为他被牵制住了。也就是美国只能支持以色列，可是他又不能够叫内塔尼亚胡听话。现在反过来是内塔尼亚胡要美国听话，那到底是谁是大国，谁是小国？现在大家也搞不清楚了。最后一个印度，我觉得印度其实是不应该的啊。第一个，中国大陆只会越来越崛起，越来越强大啊！你怎么能够叫中国大陆不要崛起？你印度都想崛起，你怎么可以叫大陆不要崛起？这个变成说是你的最大挑战，这讲不过去嘛。那如果你印度崛起，对中国是不是也是最大的挑战？第二个，麦克马洪线，也就是你现在所占领的非法的土地，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心存歹念。
不是你的还心存歹念，还想义正辞严的说这是我国的边界。帮个忙，印度佬，你好好想一想，麦克马洪线是不是你现在占领的那条的这个藏南地区？那不是你的，那应该要还给我们。我们先进下广告哈，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更多的国际解析。好，我们讲到了，目前呢，在全球有2场的战事，请教一下左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因为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战事升级。对，现在因为这个以色列要在加沙南部发动战争嘛，那在这个是过程里头呢，当然美国表达了不满反对，所以现在最新的消息传出来，就是说以色列政府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华盛顿去跟美方讨论他的作战计划。那当然，因为拜登政府是希望他能够尽早停火，然后呢，在数周的停火期间也能够换服啊。那这个当然就是以色列是反对的，所以现在的过程就变成说，在这个作战计划双方要讨论。当然大家会好奇说，为什么美国可以去决定或影响以色列作战计划？因为美国对以色列还是有军事援助的，所以他对以色列还是有影响的。那这个以色列现在为什么他还要继续作战呢？为什么他不愿意停火呢？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他要在他的这个加沙走廊推出一个所谓的缓冲区，而这个美国是反对的，所以大家谈不拢说到底未来要怎么样重建，未来要怎么样和平，所以大家就卡在那里。但另外一方面，最新的消息出来，中国大陆的这个特使啊，叫做王克俭，在卡达见了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政治局的主席。那这个消息出来，当然大家很意外啊，因为过去中国大陆跟哈马斯的关系呢，其实没有那么公开啊。就虽然中国大陆从来没有谴责过哈马斯，但最近因为中国大陆在这个国际法院上呢，就是挑战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占领啊，认为它是一个外国占领，所以当然以色列很生气，而巴勒斯坦很高兴。那现在王克俭跟这个巴勒斯坦的跟那个哈马斯的这个政治局主席见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民族结构的一部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只是说好像一个很中性的描述，不是？因为以色列的作战目标是什么？是要消灭哈马斯嘛？那你既然中国大陆说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民族结构的一部分，就意思是说你会挺哈马斯挺到底了，那这个就很显然就变成说，以后中东的这个谈判也好，中东的战争也好，不是只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之间，变成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当然背后还有这个伊朗了，就不是中国大陆背后，就是说这个哈马斯背后比如像也门的青年运动啦，或者黎巴嫩真主党，这背后还有伊朗所以伊朗、中国大陆就变成说在中东变成是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行为者。那到底会如何影响到中东的和平进程？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所谓的两国方案，因为两国方案是大家都有共识，只有一个国家没有共识，不接受的就是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认为说，你这个两国方案事实上是否定了以色列的这个在这个地方的这个主权，而且是挑战了以色列在这个地方的安全。那所以未来这个两国方案要怎么样推进？我觉得这个变成是双方现在这能不能够真正能够实现和平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你一方面会提高期望说希望真的有一个有两国方案，就真的有2个国家。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美国方面呢又希望说你的期望不要那么高，停火是第一。所以怎么样能够最起码在美国总统大选热季之前能够达到停火，我觉得这才是拜登所想要的。好，我们先进场广告回来，我们要请费辽总结。最后我们要请费辽帮我们总结。我想，现在全球就濒临着是不是要打第3次世界大战啊？你看，俄乌战争打了2年多，没有停止的迹象但是俄乌战争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俄国挺过了这个第1个年头，俄国这个国力尤其是普丁在连任，往后的有人说在12年嘛，至少有这6年。你想想看，西方国家会不会紧张？当然会紧张。
我们再看以色列的这个跟巴勒斯坦这个战争呢，让穆斯林呢团结了，而且现在当美国跟这个欧洲的国家跟俄罗斯对抗，有某种程度中美的贸易战刚才我们第一节谈到AUKUS这些或五眼联盟都是对着中国大陆。这个世界上如果再进入到冷战，各位想想看，现在打仗是那种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现在有核弹吧到时候的战争，如果说就算用传统的战争打个3年，能有哪个国家可以撑得住？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台湾面临这样子的世界的局势，我们真的要选边站吗？当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或者穆斯林合作的时候，世界发生了真的战争，谁输谁赢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大家一定知道，是老百姓一定输。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立委费鸿泰，大家好。以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我们讲的在金门海域这一边，其实呢，包括了马祖这里也尝试。最近呢，有很多事件在发生。这件事件呢，让大家说，事情态势是否出现变化？带你来看到的是呢，现在说大陆这边他们有渔船，同样闯到我们澎湖这里的海域来，结果呢，海巡一到现场看之后，发现哇，他们还加装防灯剪的铁杆这是不是表示是在这个事件过后，现在他们的一个最新出招呢？而其实呢，在前几天也发生了这么一起事件，就在金门这边有2名钓客，他们呢当时其实是搭这个波比船出去钓鱼，结果后来呢传出说好像一路这个船就飘到了对岸去了，被大陆的海警给救起来。现在呢说好了，说是今天要把人给送回来，但突然之间呢又告诉我们人没有办法送回来，原因是因为赫然发现其中一个人是军防部的军人，所以现在说呢事发敏感，招人计划可能因此生变。讲到了军人到对岸，其实过去也曾经发生过，还包括了2017年那个时候呢，同样是有军人出海垂钓，结果掉到海里面被对岸给救起来，后来是由民间单位金门的红十字会将他给追回来。而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在去年的时候，在二胆这边有一位士兵，疑似呢是因为债务问题漂流到对岸之后被大陆海警给救起来，但后来他自己说他不回来，所以呢他后来是被通缉的状态。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就要问，因为两岸之间确实在离岛很多地方是很近的，那先前也发生过这些事件，现在在金门的撞船案之后，事情态势是否会出现变化？目前国安人士的讲法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一些发生的事件，我们基本上就是持续的执法，而且我们是适时的对应。他们特别提到了说，现在呢看到对岸，他们感觉是比较像用切香肠的方式，用一个常态，然后甚至告诉你说呢，他们是在执行在他们的国家海域里面执行执法，希望能够创造一个新的既定事实。但台湾方面基本上现在呢就是要持续执法，而且呢我们不能被对方给挑衅，这样基本上对我们才是比较有利的，有实质帮助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改变了我们自己原有的这一些规范。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大陆船翻覆撞船事件，现在一个最新民调出来了，46%的人其实是不满意政府处理这一次的方法了，所以呢才会让主持人游云老师说，基本上国人对此很明确的是感到失望的。其实呢在现在台海的部分，大家都在说事件现在虽然已经协商暂停，彼此之间各有说法，但在台海这边，很多人觉得危险之外，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现在基本上还是美中山两方之间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三角地带，一个杠杆啦。为什么这样讲？
普京现在即将连任了，结果呢，他现在喊出来的一句话叫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好，但我们的外交部对此呢，他们是斥责荒谬无稽。可是问题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理解的是，在国际局势怎么样来看台海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来看美中台三方的关系，要理解的是怎么样来抓住这个立场，因为美中之间现在确实就是在较量。军事上面带您来看到的是大陆的轰六 N 的轰炸机，现在呢出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照片。好，这个照片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的机腹这边挂了一个弹啊，这个是什么？是鹰击21，也就是所谓的航母杀手最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好，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告诉你，现在我在这个海域里面，你要小心。而且呢，他们的轰六现在其实也已经飞出第一岛链了，甚至还可以空中加油，表示它的作战范围、防御范围已经在扩大了。可是呢，他们也自己证实了，说他们曾经轰6K 出了第一岛链1000余公里之后，竟然被人家给亮肚皮。好，你会问什么叫亮肚皮？其实就跟这一架飞机一样，他们在肚皮这边会挂弹。亮肚皮的意思，简单讲就是亮枪啦，就是呢告诉你说，你小心一点哦。甚至他们直接反应叫做，就像是被人家用枪指着这么样一件意思。好，这个是中国空军他们的一个官兵的驾驶呢，他所表示过往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说是被外国的军机给逼近亮肚皮，但这个外国是哪个外国，他其实并没有说明。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到底大陆现在他们实际的战力有多少？美国媒体告诉我们，其实跟我们想的可能还是有段差距，没遐搞啦，没那么厉害啦。因为他们就讲说，歼35现在呢被曝有重大的缺陷，包括了挂弹可能没办法挂那么重，包括了油量可能呢没有办法一次装这么多，这个叫做双不足。好，他们特别提到的就是辽宁号本身的一些限制，觉得呢有可能因为这一些限制，让歼35一直想要把它拿来跟 F-35相比，其实离它还远的呢。甚至美军也说，你们有什么高超音速导弹是吗？我们更厉害了，我们现在打算要研发的是潜射级音速飞弹。换句话说呢，他要把这个高超音速飞弹，它直接的放在潜艇里头，然后更有作战的隐秘性、机动性，而且呢，它是突破水面，这是一个非常新的技术。他们特别强调，现在中国也还做不出来，而且以后如果做出来的话，可以拿下一些直管设施，还有关键据点，等于它也可以对陆对舰都有办法来进行攻击。好了，美中之间基本上一直在较量，但是就台湾而言，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待我们自己跟每一方的距离？请教费老，原因是因为现在呢，在两岸台海这边最直接的就是离岛之间，我们一再的看到渔船等等的一些争议。最新的是发现你们想要登船去检查，他们直接帮你装了一个铁栏杆，让你上不来。我在想，从前年8月份裴洛西来台湾以后海峡中线就不见了。金门1个多月前，金门渔船这个发生的那个翻船的事件，我们先姑且不讲是撞船这个翻船事件，从此大陆对这个以前所谓的警戒区什么的开始没有，对不起，没有，就是刚才你主持人讲的常态化，常态化就是说我爱进来就进来。第一个，海峡中线不见了，我可以靠近你台湾这个边境的这个24这个海流，这是公海它是换句话说，台海两岸现在变得还蛮有意思的刚才主持人讲说有两个人飘船飘到大陆去，赫然发现有一个是军人。如果说换成40多年前，我当兵的时候去过金门10天因为我当巡卫队只待了10天，那时候有宵禁什么叫宵禁呢？以前我们40多年当兵，晚上好像是8点还是10点街上不能有人，灯通都要关掉。那个时候还有这个我之前去还有所谓的炮击什么单打双不打。现在平常讲后来经过出现事情，两岸的和缓以后，民国80年以后红十字会来接触，后来有两岸关系条例这个我们来看有陆委会，我们的白手套叫海基会去跟大陆的海协会，大家去可以谈。
现在这8年两岸又不往来了，现在所以出现有我们的船有发生事故，我们的人飘到飘到福建去，这时候又有红十字会出来。换句话说，目前是红十字会出来，代表2种意义。第一个，两岸还没有悲观到马上要打仗的地步。但是第二个呢，我们官方也好，白手套也好，这个就没有接触了那要靠借重于红十字会民间的力量这个其实蛮危险的我跟各位报告，两岸的关系已经不是我们政府对政府坐下来谈，或者政府对政府的白手套大家坐下来谈，现在已经到了民间了我要跟各位报告，万一有碰到一个事情擦枪走火怎么办？什么叫擦枪走火？美国国防部为什么一直很希望跟中国大陆的军方他们有一个热线，碰到事情我赶快的，我有没有敌意？没有敌意，大家就不要紧张，不要。可是我们台湾不要讲说这个国防部连海基会、陆委会都没有这个热线。请问，万一发生了这种大家突然擦枪走火的事，只要擦枪走火，谁开了第一枪，火炮互相射一射，就停不下来了所以从金门的这个事件渔船的这个事件，我们的军人被飘到大陆，不能讲被抓了这个事件我们必须得看，要善意的来处理两岸的关系，处理不好，回到红十字会之外的事情，那就只有这个兵戎相见。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左老师原因是因为其实过往你说，比如在金门金门厦门那么近确实他们也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一些事件，但是以前是怎么处理的？为什么以前可以好好谈？那现在呢，在这个金门的翻船大陆船翻船的这个事件之后，反而国人是有46%的人其实对于政府的作为是不满意的，这是一个最新民调的数字，您怎么解读？好。这个第一个表示就是说，政府在应对这件事情上进退失据就是包括说一开始到底有没有这个录影，然后到底是撞船还是他自己翻覆，那这些事情交代不清，当然就会造成这个民众呢很混淆，然后甚至给对岸呢认为我们没有处理得很好，把这个事件不断的升高。但我认为这里头其实应该还缺的一项民调资料是什么？到底有多少人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可能民进党政府会希望就是民众认为说这件事情不重要，对，没有处理好，可是它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简单来讲，如果这件事情持续延烧下去持续不要升温，但是呢一直维持在那里，对民进党来说，他可以用这个来做文章你看我们有一个恶邻居在旁边不断的威胁我们我们搜救之后，他还是采取各种行动所以呢，未来如果赖总统的演说对方不满意，那本来就不会满意，他永远不可能满意。我觉得基本上来讲，这个是大概过去一段时间，民进党感觉上他的一个操作的方向。那正是因为看到了这样子的一种迹象所以大陆不断的派这个海警船过来，就是等于就是展示说，好，这个时间拖下去对台湾也是不利的。因为拖下去之后呢，金厦之间的这个水域就变成把大陆去施展它的所谓的实质的管辖权那当然，所以我方才提出了所谓的持续执法、适时应对那到底这个持续执法、适时应对是不是有效呢？我们看前2天就是说，因为双方的海警的这个船的吨位不够，差距蛮大对方的这个可能上千吨的，我们派出来的是100吨的。那这种情况下，当然就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捍卫我们的海疆。但当然，我觉得目前来讲，看起来一个唯一让大家觉得可以松口气的地方，就是真正的临船登检的情况呢，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从这个2月那一次之后，到目前为止，大陆没有在临船登检我们。那我方当然因为有上一次这个渔船的事件，我们现在也没有临船登检他们的，所以就变成什么？还是你巡你的，我巡我的，各自向内部喊话。但说真的啦，这件事情我认为到最后什么时候会有定案？大概从萧美琴回台湾以后，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在这一趟这个海外的旅行里头呢，就可能大家可以了解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怎么去看待未来新政府的这个他的两岸政策、两岸的立场。那到底双方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大陆可以接受、大陆可以忍受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那我觉得这个大概就会使双方在这个问题上有可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点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未来看的一个时间点。
是好，刚刚老师特别讲到了，美国老大哥又出来了啊，请教一下老师哈，因为每次讲在台海这边，基本上呢，大家很多人都说我们得要看看美国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什么样一个态度。但是讲到美国，现在跟中方之间彼此哦，包括从空中、从海上，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是这样子在较劲的。双方的军事较量其实强度越来越大了我想各位有注意到，两会期间，习近平有到解放军的人大代表里面有谈到。要筹划这个军事斗争，特别是指的是海上的军事斗争做准备。这个话下的命令已经很明白了。那也就是说，未来在海上是跟谁呢？主要还是跟美国。那也就是说，两国之间未来的军事较量，只要命令一下就要能够执行。所以后来董军就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就是说一切行动听指挥。那么命令一下，你们就必须要立刻执行，而且要一次打就要能赢。那您介绍的这一款就是鹰击21，鹰击21它是装在过去是装在轰6K， 现在已经在往上提升到轰6N 了那你也知道，当的英文的数字越多的时候，就代表它的那个升级的是越来越高了。那这款战机的意思在哪里呢？因为它是鹰击21是从东风21D 延伸出来的。东风21D 它是岸基的，就是陆地上发射的，但是一旦装到鹰击的时候，就是空射型的，它可以从空中打击你这个水面的舰队。那专门打的当然就是航母，因为它的弹头重量很大，800公斤到1000公斤，1吨一个弹头一个弹头我们叫作战室，它的强度这么大的话，那就是可以贯穿，所以它是专门打航母的。它可以打多远呢？1000到1500公里那么远。各位你想。轰炸机它飞过去了，然后还没有到你航母，也就是因为航母的舰载机的作战半径，一般来讲在1000公里左右，可是它可以在1500公里外，它就可以发射这个导弹过去。那事实上，你的舰载机要去拦截它也不容易，因为你的飞不到那么远的一个地方，更何况它有战斗机的一个护航。然后在这个情形下，它可以专门打航母，航母就不能够靠近来的。这个部分里面，我觉得是一个中国大陆已经开始在展示说，他们打美国的航母的能力是越来越强大。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翼龙10在台海这边飞行，那他故意，因为他这是一种逆中的，他故意打开识别器，让你知道这是代表什么，警告美国的船舰，你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这个逆中察打一体的这个战机是完全可以针对你，因为它是高空的，侦察型跟攻击型，它可以挂6个弹。另外，有关于这个台媒的一些报道，尤其是绿营媒体报道说，美国认为这个歼35，也就是航母的福建舰的航母的这个舰载机，他说有2大缺失。可是他讲的这2大缺失，我们不得理解为什么？因为这款飞机还没有真正的亮相，也就是说，有人看到它有飞行过，但是也不过就如此而已。所以它没有在航空展里面开始做试飞给大家看。那如何知道它2大不足呢？这个飞机的性能、诸元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就说它2大不足，您相信这个新闻吗？是，这确实了哈，在军事方面呢，有非常多的专业。那美中之间持续的在军事这边来进行较量，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地方的，包括了外交。